如果你這幾年辛辛苦苦存下了一筆錢，可能是股票賺來的，可能是做生意慢慢累積的，也可能是你準備退休的那一筆底氣。那我先問你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你最怕的是什麼？很多人第一反應是，我最怕股市暴跌，最怕一覺醒來戶口紅到發紫，最怕像2008年那樣一場金融海嘯把錢虧光了。但是真正會讓人虧錢的，不一定是那些你一眼看得見的大跌，真正危險的，很多時候反而是那些看起來很穩，名字很高級，收益又比存款好一點，銷售還跟你說這個波動不大，適合保守型投資者的東西。因為看得見的風險，大家通常會防，看不見的風險才最容易讓人鬆懈。而美國私募信貸現在就是華爾街最值得你提高警覺的一塊地方。我先把結論放前面，我不是說它明天一定大爆炸，也不是說它100%會變成下一個2008年的金融海嘯。真正可怕的地方是，它很容易被包裝成穩定收息，但是裡面其實同時藏着信用風險、估值風險、流動性風險，還有一個最麻煩的問題，很多風險不是立刻爆出來，而是慢慢拖、慢慢藏、慢慢滲出來。所以今天這條片，我不跟你講一堆華爾街黑話，這3件事你要搞清楚。第一，私募信貸到底是什麼？第二，為什麼連 Howard Marks、Jamie Dimon 這些真正懂信用市場的人都開始盯着它？第三，如果你只是普通投資者，特別是已經有些資產，現在更重視保住成果的人，你到底要怎樣避免踩進這種看起來安全，其實你沒看懂的坑？好，我們先從最簡單的開始。什麼叫 private credit 私募信貸？你先不要被英文嚇到，說白了，它就是銀行不太想借或者借得不夠爽的錢，改由銀行外面的基金、資產管理公司、保險資金、各種大型非營機構來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條街上有2種放貸的人，第一種是傳統銀行，規矩多，審批慢，條件嚴；第二種是街上的民間大佬，動作快，條件可以談，利息也通常更高。當企業急着要錢，銀行又因為監管、風險控制、資本要求不願意借太多的時候，民間大佬就上場了。這個民間大佬放到華爾街就是 Private Credit Fund。你看到這裡可能會覺得那也沒什麼，企業要錢，市場有人借，大家各取所需，不是很正常嗎？沒錯，事情一開始通常就是這麼合理。企業覺得靈活，基金覺得收益高，賣產品的人也很容易講故事。你看，這不是每天上上下下的股票，這是有抵押、有票息、有機構參與的收息資產。很多人一聽到這裡，心裡就自然把它放進比較穩那一欄。問題也正出在這裡，很多人不是輸在高風險資產，而是輸在把自己根本沒看懂的東西誤以為很安全。這裡你可以先把 private credit 拆開來看。很多人一看到 private 就會覺得這東西很高級、很專業、很像只有大機構才玩得懂。但是 Howard Marks 在2025年3月的 memo 裡提醒大家，不要先被 private 這個包裝帶走，真正要看的其實是後面那個 credit。換句話說，不管名字聽起來多新多複雜，本質都一樣，你還是在借錢給別人。只要是借錢給別人，就一定要回到最老土但最重要的問題：借款人是誰？他的生意穩不穩？他的現金流夠不夠？如果經濟轉差，利率維持高位，再融資變難，他還不還得起？你看，事情一下就沒那麼高級了。私募信貸不是什麼魔法，它本質上就是一筆債、一筆貸款、一個信用判斷。而信用市場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很多風險不是今天借明天爆，它很像身體的慢性病，平時照常上班、照常吃飯、照常講話，表面看起來沒問題，但裡面其實已經開始出狀況。等到你真的感覺不對，問題往往已經累積了一段時間。這就是私募信貸第一個最容易讓投資者誤判的地方。它看起來很穩，不代表它真的沒事。股票為什麼嚇人？因為它天天有報價，壞消息一出來，市場立刻跌給你看。你痛是因為它誠實。私募資產不是這樣，很多私募信貸產品沒有像股票那樣天天交易，價格更新比較慢，估值也很多時候靠模型、比較案例、管理人的判斷。於是平時看起來就很平滑、很穩，很少大起大落。但是各位，
平滑不等於安全，很多時候只代表真相還沒有被重新標價。這很像什麼？很像樓市。如果你的房子今天沒有成交，你當然可以繼續覺得它值這個價。但是真正的問題不是你心裡覺得它值多少，而是如果今天真的要賣，有沒有人願意接？私募信貸很多時候也是一樣，賬面數字可以很穩，直到有人真的要退出，真的要賣，真的要再融資，市場才開始問，不好意思，這個價真的有人買單嗎？所以 Howard Marks 最值得你重視的不是他有沒有大聲喊災難，而是他問的那些問題非常專業，也非常毒。他在提醒大家，有些問題可能被延後承認，有些壓力可能暫時還沒有在賬面上看出來，有些借款人可能不是變好了，只是還沒被正式認賠。這裡你要記住一句很重要的話，沒有天天波動，不等於沒有天天累積風險。好，那為什麼這幾年私募信貸會突然這麼紅？其實原因也不神秘。第一，美聯儲在過去幾年大幅加息後，整個利率環境變了，錢變貴了，企業融資壓力變大，但是同時很多資金又想找比國債定存更高的回報。第二，銀行在監管和風險控制下，胃口沒有以前那麼大。有些企業，特別是中型公司，槓桿收購相關融資，銀行不想碰那麼多，市場空出來，自然就由 private credit 去補位。第三，這幾年市場最流行的敘事之一，就是另類資產可以分散風險，結果大量資金湧進去，整個市場越做越大。Jamie Dimon 在2026年股東信裡提到，槓桿型私募信貸市場的規模已經大概去到 1.8 兆美元。各位，這個數字已經不是什麼角落市場，而是一塊足以影響整體信用環境的資產池。市場一大，就有一個老問題會出現，不是每個衝進來的人都真的懂風險。這句話不用金融市場，放在哪裡都成立。樓市最熱的時候，人人都像樓神；牛市最狂的時候，人人都像股神。真正的分別不是在順風的時候誰講得最漂亮，而是在逆風來的時候誰還站得住。Jamie Dimon 的提醒很簡單也很狠，當信用周期真的轉差，這些槓桿放貸的損失可能比市場原本想象更高。為什麼？因為市场太熱的时候，標準通常會鬆，條款可能鬆一點，對盈利的假設可能樂觀一點，借款人的體質可能沒那麼好。高風險補償看起來很香，但是你仔細一猜，原來有些收益不是白送給你的，而是市場在叫你幫忙扛風險。翻譯成人話，就是高收益很多時候不是獎勵，而是代價。所以以後只要有人跟你說這個產品收益很不錯，波動又很小，你第一個反應不要是太好了，而是要問那風險藏在哪裡？因為投資世界沒有那麼多又甜又安全的午餐。看起來太舒服的東西，反而更值得你打開看看。好，講完信用風險，我們來講講第二個更容易被低估的東西——流動性。很多人買產品的時候，只看收益，不看出口，就很像你去買一間裝修很漂亮的房子，只看客廳夠不夠大，陽台夠不夠舒服，卻忘了看這棟樓有沒有逃生門。市場順的時候，大家都不在意出口，因為你覺得自己不急着走。但是金融市場最怕的，從來不是你今天想不想走，而是有一天很多人同時想走。IMF 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裡提醒過，私募信貸這個行業擴張很快，但是透明度不足。而且如果底層資產本身不容易變現，上層又包裝成某種程度可定期贖回的產品，一旦市場情緒轉差，就可能出現先跑先贏的風險。這句話很學術，我幫你翻譯一下。就是你明明拿着一堆不好賣、沒那麼快能出手的東西，卻跟投資者說沒事，你到時候差不多可以拿回錢，平時沒人擠兌。這個設計很好看，一旦真的有一批人想撤，麻煩就來了。因為底層資產沒那麼快變現，上層投資人又想拿錢，最後不是被迫折價賣資產，就是限制提款。Blue Owl 旗下2隻相關基金就因為贖回壓力啟動了提款限制。這件事真正值得你注意的，不是它是不是等於全面暴雷，而是它證明了一件事：這個市場最怕的場景不是不存在，而是真的會發生。
也就是說，當情緒一轉，原來那些平時看起來很穩的產品，也可能突然告訴你，不好意思，現在不能那麼順利的拿回錢。各位，你有沒有發現，這種風險最傷的往往不是最激進的人，而是自認為很保守、想穩穩收息的人，因為他原本以為自己買的是安穩，結果最後受傷的方式偏偏來自拿不出來。第三個重點是連結性，這個地方很多人完全沒有概念，很多人以為美國私募信貸離自己很遠，自己又沒直接買什麼華爾街私募基金，應該跟我沒關係吧？其實不對。金融市場從來不是一座座孤島，而是一張網。你今天在銀行外面出問題，不代表最後不會傳回銀行；你今天在另類資產那邊出事，不代表不會影響股票、債券、基金、保險，甚至整個市場的風險胃口。英倫銀行在2025年底專門針對 private markets 做系統級壓力測試，這本身就已經很說明問題。央行不會因為無聊去花力氣做這種演練，他願意做，代表他已經意識到，這不只是某個產品的問題，而是可能牽動整個金融系統穩定的一個節點。穆迪的看法也很有代表性，他一方面認為私募信貸市場還會繼續增長，2026年管理規模可能超過2兆美元，長遠甚至逼近4兆美元。但是另一方面，他同時提醒，市場越大，結構越複雜，流動性風險和傳統金融機構的連結也會越來越值得警惕。你要記住一句話，市场大不等於市场安全。很多時候，市场越大，只代表一旦出事，波及的人越多，傳得越快，修復得越慢。再來看更直接的數據，惠譽在2026年2月提到，美國私募信貸的12個月追蹤違約率已經升到 5.8%。這個數字不是讓你恐慌，而是讓你清醒，因為它告訴你，這不是純理論，壓力已經在現實裡發生，只是它不像股票那樣跌一根大陰燭給你看，它更像是慢慢壞掉。有的企業要展期，有的改條款，有的利息先不現金付，有的問題先往後拖。慢性惡化往往比急性暴雷更容易麻痹人，因為人性就是這樣。只要今天還沒正式爆，我們就很容易安慰自己，應該還行吧。但是真正成熟的投資者不會等新聞標題寫成危機全面爆發才開始思考，他會早一步問，如果最壞情況來了，我現在的資產配置裡有沒有東西是我其實根本沒看透的？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 Howard Marks、Jamie Dimon、巴菲特這幾個人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Howard Marks 的作用是拆掉包裝，提醒你核心還是信用。Jamie Dimon 的作用是提醒你市场变大了，標準可能鬆了，週期一轉，損失可能比大家原本想的更難看。而巴菲特最近受訪傳達出來的態度，我覺得普通投資者更應該學。他沒有要你什麼熱鬧都去追，相反，他的動作是在告訴市场，當資產價格沒有足夠吸引力，當不確定性很高的時候，手上保留足夠現金，保留選擇權，本身就是一種實力。這句話很重要。很多人一有錢就急着部署，生怕慢一步就錯過機會。但是真正的高手，很多時候不是急着出手，而是知道什麼時候不出手。不管你現在是30多歲，在累積第一筆像樣的資產，還是40、50歲，手上已經有一筆不能隨便犯錯的成果，你最需要的很多時候都不是刺激，而是判斷力。不是每個高收益都要碰，不是每個專業名詞都要追，不是每個看起來很穩的產品都適合你。因為投資走到某個階段，重點就不再只是賺快一點，而是不要在自己沒看懂的地方莫名其妙把多年累積輸回去。美國私募信貸現在最大的風險未必是明天會不會爆，而是太多人把它當成安全角落。而歷史上最容易傷人的，往往不是人人看得見的炸彈，而是那些被包裝成低風險，結果你連底層邏輯都沒搞清楚的東西。那普通投資者到底怎麼辦？我給大家一個最實用的思路，以後你看到任何這種收益高一點、波動小一點、名字專業一點的產品，不管它是不是私募信貸，你先不要被簡報打動，你先在心裡問自己幾個人話問題。第一，這筆錢最後到底借給誰？第二，如果經濟沒想象中好，利率高久一點，它還不還得起？第三，這個產品的價格是市場天天交易出來的，
還是很多部分靠模型和內部判斷。第四，如果我真的想拿回錢，能不能順利拿，還是市場一差我就得排隊。第五，這個收益到底是來自健康的現金流，還是因為我在幫別人承擔不透明、低流動性、高信用風險？你只要開始會問這5句，你就已經贏過很多只看收益率的人。這也是我一直講的，投資先求知。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這次私募信貸危機會不會爆，而是你有沒有一套方法分得清什麼是機會，什麼只是包装的很漂亮的故事。市场永遠都會換題材、換情緒、換說法。今天可能是私募信貸，明天可能是 AI， 後天可能是高息產品。你如果沒有框架，就算沒有危機，你一樣可能在別的地方交學費。很多手上已經有些資產的人，最痛的其實不是沒消息，而是消息太多，故事太多，產品太多，最後越看越亂。一下子聽到高息，一下子聽到穩定，一下子又有人跟你講機構都在買，你以為自己是在做投資，實際上很多時候只是被市場帶着走。這也是10倍股公益課真正想幫大家解決的問題，不是叫你明天追哪一支最熱，而是先幫你建立一套看資產、看生意、看風險、回報比的判斷框架。因為只要你沒有框架，你很容易犯3種錯。第一，把被市场錯殺的機會當成垃圾直接丟掉。第二，把正在被驗證的好生意，因為自己看不懂，中途拿不住。第三，把已經被市場吹到很熱，風險回報比開始變差的故事當成安全機會追進去。這3種錯不一定等到危機來才會發生，平時牛市、震盪市，甚至市場很平靜的時候，一樣天天都在發生。所以10倍股公益課的價值不是只在危機來的時候教你怎麼逃，而是平時就幫你少犯錯。他幫你學會怎樣用生意人的角度看公司，怎樣分辨什麼是第1階段被市場看漏，什麼是第2階段開始被驗證，什麼又是第3階段，已經太多人在講風險回報比不再吸引。你一旦開始用這個框架去看市场，很多以前看起來很複雜的東西會慢慢變得清楚。你不会再只是聽誰講的大聲就信誰，而如果這次私募信貸的壓力後面真的進一步擴大，這套框架就更有用。因為市場一旦出事，很多資產都會被一起錯殺，情緒會先跌過頭，故事會先變悲觀。這個時候大部分人只看到害怕，但真正有框架的人會開始分辨哪些只是泡沫破掉，哪些其實是好生意被流動性拖下水，哪些公司只是短期受情緒影響，哪些公司是真的現金流撐不住。這就是10倍股框架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叫你亂撈底，而是教你在混亂裡分清楚哪一些是風險，哪一些反而是春天來之前的種子。所以如果你聽到這裡開始意識到自己真正缺的不是更多消息，而是一套可以反覆使用、可以穿越不同市場環境的判斷方法，真正能幫你長期安心穩穩走下去的，從來不是哪一個故事講得最好聽，而是你有沒有一套不容易被故事帶走的方法。點擊資訊欄的連結，了解更多。最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美國私募信貸接下來只是局部壓力，還是更大信用週期的前兆？歡迎你把答案留在留言區，我們集思廣益。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記得點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上傳視頻的通知了。我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通過實事來簡單的講給你聽，也請你把今天的影片分享給你身邊關心投資的朋友，讓更多人看到。我們下條影片再見。